菩萨，信女愿用我家小姐10年单身换个极品郎君，标准不高，腹肌8块，独宠我1人，家务全包。哦，对了，最好顺带帮我把皇帝拉下马。成交。第2天，小姐抛绣球。小姐当场绝过去！小姐，你醒醒啊！快去叫大夫！得，菩萨安排的明明白白，小姐嫁不了，我替她嫁。夫君，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我一定好好伺候你。我叫清河，在知府府上当了12年丫鬟。沈小姐待我不错，吃穿用度没亏过我，唯独一样，她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菩萨给我桃岁那年，在庙里许愿要1颗糖，第2天在路边捡到了。从此我对菩萨的信仰坚如磐石，油盐不进，水泼不透。你跟我说科学，菩萨比科学早1000年；你跟我说道理，菩萨就是最大的道理。所以当菩萨在梦里嗑着瓜子对我说，我连眼都没眨一下。菩萨说的男人一定会出现。就算他目前看起来在擦鼻涕，那也是暂时的。嫁过去那天，叶兰就是那个乞丐蹲在破庙门口等我。他大概是用溪水洗了把脸，但头发还是打结的，衣服换了件稍微不那么破的。整个人的第一反应是往后退了2步，第2反应是回头看看身后有没有路可以跑。你真的要嫁给我？我心头一震，这嗓音低沉沙哑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压迫感。这分明是长期发号施令留下的威严之声。那些在战场上厮杀的将军，嗓子不都是这样的吗？8块腹肌暂时没看到，但嗓音这一项达标。夫君，往后余生，请多指教。叶兰愣住了，她大概活了20几年，从来没有人叫过她夫君。我一定好好伺候你，我会扫地饭、洗衣裳、劈柴，家务全包，达标。我赶紧把他扶起来，内心在疯狂打 call。菩萨办事靠谱。叶兰这个人吧，干活是真利索。第2天天不亮他就起来了，扫地做饭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。破庙被他收拾的能反光。我坐在门槛看他干活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你们仔细看，他扫地的时候，手腕一翻一转，步伐轻移，扫帚划出的弧线如行云流水，落叶追着扫帚走，一片都不敢乱飘。这哪是在扫地，这分明是剑法。再看他切菜，刀起刀落，节奏均匀，每一刀的间隔精确到分毫。那萝卜片薄的能透光，这哪是在切菜，这分明是刀法。我端着碗蹲在旁边看了一上午，得出结论，我夫君是个练家子，家务只是他的伪装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没扫干净？夫君，你的建议，不，你的扫帚用得很好。他脸上写满了困惑。没事，高手都是这个表情。入夜，叶兰在地上打了铺盖躺下，月光漏进来照在她后背，肋骨一根一根，清晰的能当搓衣板。夫君，你练的是龟息功吧？是啥功？龟息功，一种把内力收敛于体内的绝世功法，练到极致，肌肉会向内压缩，外表看起来瘦骨嶙峋，实则暗藏千钧之力。你看，普通人饿瘦了是松松垮垮的，你这个线条分明，根根清晰，这明显是肌肉内敛的表现。我是真的饿瘦了。我懂，你不方便说。不是不方便，是真的。夫君放心，你的秘密我守口如瓶。演吧，继续演，我配合你。日子就这么过了1个月，叶兰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只鸡，还种了一桥小葱，打理得像模像样。鸡哪来的？路边捡的。出手就能弄到活物，还不惊动旁人，轻功了得。娘子，这刀钝了，你帮我看看。夫君，要不你亮亮手？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刀法。就是切个萝卜。是切萝卜，今天切萝卜，明天切的就不一定是萝卜了。清河，你还好吗？好着呢，跟着那位故人还能过得这么好。沈小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夫君要谋权篡位。清河，我认识个大夫，没疯。沈小姐，你想想，菩萨的话什么时候不准过？6岁那年的糖，别提那颗糖了。就算菩萨说的是真的，谋权篡位需要兵马粮草银两，他一个乞丐拿什么篡？拿他那把切菜萝卜的菜刀？
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沈小姐聊一笔投资。菩萨钦定的天子目前估值很低，属于天使轮。沈小姐现在投500两进去，以后回报的是整个天下，风险有，但回报力无限。沈小姐是个商人，她这辈子最怕的事不是赔钱，是错过项目。500两黄金，你怎么不去抢？沈小姐抢是后面的事，现在是融资阶段。500两黄金加1对家丁。如果你夫君真的成了，沈小姐就是从龙第一功臣。清河，你要么是天才，要么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骗子。菩萨说了成交，那就是成交。只要没人来抓我，这日子也能过。夫君，你的江山来了。官兵，是官兵来抓壮丁了吗？夫君，这是第1轮融资。你看他面色凝重，纹丝不动，那是大业将成的激动，绝对是。夫君，这是沈小姐的天使投资，够我们招兵买马了。我叶兰活了25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忍辱负重多年的英雄，在终于看到希望时的真情流付。夫君，苦日子到头了。元帅在运气，你们先回避。哟，听说庙里来了个小美人儿。夫君，有人来送人头了。就那瘦猴小美人儿跟野。好快的身法！竟然如此丝滑的闪避，连补刀都不屑，这就是高手吗？我夫君今天用的是1成功力，下次来就不是菜刀的问题了，是你们用什么刀切萝卜的问题。大哥饶命！大爷饶命！我不是故意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菜叶子是菜叶子。夫君，下次出手留点余地，别一上来就奔着要害去。消息传遍了整个镇子，破庙里住着个绝世高手，2天之内，周围3个山头的散匪全来投奔。快点大侠！救命啊！人越来越多了。我的解读是，他在打坐运功，投奔的人越来越多，名声也越传越邪乎。传到黑风寨大当家雷暴耳朵里的版本是这样的：此人飞刀百步穿杨，身法快过流星，一拳能打死牛。还会隐身术？隐身术是因为他躲在柴房不敢出来，大家找了半天没找到。你就是那个飞刀无影的高手？沉默。此人面对我3000兄弟，竟这般从容，连哭都像是在嘲讽，这是何等的不屑！哈哈哈，好胆色！兄弟，上山聊聊。我跟在后面，一点都不担心。切磋！那是我早上给他塞的一个馒头，硬的能当板砖。金钟罩，铁布衫。我夫君以内力护体，化解了这一刀。不过阁下这刀法嘛……大元帅，小弟雷暴，元帅3000兄弟为您马首是瞻，愿为元帅效死。夫君，咱有兵了，别哭了，元帅哭起来不好看。有了3000匪兵，加上之前的散匪和家丁，我们的队伍将近6000人。叶兰的日常从喂鸡变成了坐在中军帐的虎皮大椅上发抖。元帅今日面沉如水，定是在谋划大事。 6000号人分列2排，大气不敢出。其实叶兰在想的是，我能不能假装上厕所，然后翻墙跑掉？但他跑不了，
因为我就坐在他旁边。夫君，喝口茶。这手，他不听使唤啊！元帅握杯内力外溢，竟能让茶水自行震荡。这传出去又多了一条，叶元帅内功深厚到喝个茶都能把茶水震飞。草民不才，愿为元帅军师共谋大业。是朝廷昏庸，字字泣血。莫为署名，奉天讨逆大元帅叶澜。这不是造反吗？元帅，我们本来就是在造反啊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夫君，造反这个词不好听，咱叫替天行道。那篇檄文贴出去以后，又来了1000人，叶澜快疯了，他半夜偷偷找我。娘子，这些人能不能退回去？我不要了。我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夫君，兵是退不回去的，你放心，菩萨既然说了成交，就一定会安排妥当的。他的表情像被判了死刑，朝廷终于坐不住了，一支5000人的官军开过来，领兵的萧将军打了20年仗，没败过。限天亮前投降，否则鸡犬不留。完了完了，白布呢？怎么连块白布都没有？是小姐送的，不管了。投降！我们投降！别打了！此人是何方神圣？据报，此人名叫叶澜，飞刀无影，金钟护体，人称一刀叶。黑风寨上下8000人，唯他马首是瞻。 20年，从未有人让我一夜无眠。此人不战，便已胜了半局。罢了，先见一面。他要来，娘子，他是不是要来砍我？国家元帅说了，想谈可以，你亲自上来。这不就是那个在山巅挥旗的人？他来了，娘子为什么要叫他上来？现在能假装睡着吗？叶元帅，萧某追随过3位主公，自认阅人无数，今日方知何为帝王之相。萧某愿降。在萧将军眼里，那是运筹帷幄的微笑；在我眼里嘛，分明是想哭又不敢哭。这一笑，胜负已在他掌中，万千性命不过棋子。这是运筹帷幄之人才有的从容。我萧某，得了吧，我的夫君，那哪是什么运筹帷幄，分明是想哭又不敢哭，硬憋出来的。很快，队伍扩大到了1万人。朝廷接连派出3路大军，合计10万兵马，是要将这伙反贼碾成齑粉。第1路2万人，走到半路遇上百年不遇的山洪，损失惨重，灰溜溜的撤了。3路大军？什么3路大军？我现在只关心1路，就是去茅房的那条路，它在哪儿啊？第2路3万人，绕到后山偷袭。萧将军提前设了伏兵，杀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一仗纯粹是萧将军能打，跟叶朗大有半跑。在说什么？谁打赢了？我刚才是不是是运筹帷幄，料敌于先，3万敌寇一夜溃灭，此乃天命所归。第3路5万人，朝廷第一猛将魏猛亲自率领，正面强攻。这次是真打不过的，所有将领都知道。10倍多少？我在什么？我好像什么都想不了。元帅是在等我们自己想。元帅向来不轻易开口，他在等最佳时机。那个，能不能不打？妙啊！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元帅的意思是绕过魏蒙，直取京城。魏蒙5万大军全在这儿，京城必定空虚。回魏救赵。我的意思是真的不打。当夜，全军拔营，直扑京城。京城攻防战只打了1天1夜。萧将军指挥有方，雷暴冲锋在前，守军群龙无斗，外城很快攻破。只剩皇宫。朕的江山绝不拱手让人。退不听使唤了，我想回家。元帅这是要在气势上压倒昏君。来了，终究还是来了。跪下就不会有事了。25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跪下就好了。此人一声长啸便震动殿宇，内力何等深厚！腰都要断了。但所有人看到的是，一个年轻人立于大殿中央，仰天长啸，气贯长虹，瓦砾纷飞。
笑壁，面带凛笑，目含金光，睥睨龙椅上的老皇帝，那眼神分明在说：时代结束了。朕退位。在叫谁？万岁！谁是万岁？对，不听实话了。菩萨说的成交就是成交，我的夫君真的替我把皇帝拉下来了。登基那天是大晴天，我的夫君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，怎么说呢，像一只被塞进金笼子里的鹌鹑。兄弟龙威深重，闻鹤而振，这等气魄，天生地体呀！好不容易熬到退朝，他立刻躲进寝宫，裹着被子缩在龙床角落。陛下，喝汤。别叫陛下，我就是个乞丐，字儿都不认识几个。夫君认不认字不重要，萧将军认字，雷暴能打，六部尚书管六部的事，你只要坐那把椅子上就行了。可是那把椅子硬邦当当的，硌屁股。我让人加个垫子。真的可以吗？你是皇帝，你说加10个都行。你看看你，堂堂天子，捧着碗的样子跟当初在破山里端着粥一模一样。菩萨要是看到他钦定的天子这副模样，不知道会不会把瓜子呛住。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叶兰这个皇帝居然当得还不错。原因很朴素，他每天上朝发抖，群臣以为他随时会龙颜大怒，于是所有人战战兢兢，该办的事不敢动，奏折字字斟酌，生怕哪个标点惹了龙颜。半年下来，吏治清明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萧将军镇守边疆，把邻国吓得年元来朝。雷暴统领禁军，皇宫固若金汤。沈小姐被封了一品诰命夫人，成了全国最大的皇商。当初500两黄金的天使投资，回报率大约1万倍。宣一品诰命夫人沈氏觐见。说起来，沈小姐第一次进宫那天，场面也挺有意思的。静和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菩萨保佑，500两变国库，这回报率，下个月初1，我也去白云寺圣。下次有这种项目，记得还找我。菩萨那边暂时没有新的 BP。而我呢，成了皇后，日常嘛就是监督我家陛下上朝批折子、接见大臣，偶尔嘛督促他锻炼。来，手举起来，跟我做。这是什么功法？养生的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仍不忘修炼武功，明君也，明君也。有时候我让他展示内力，比如开核桃。这就开了。我假装没看见，高手嘛。用什么方式发力都合理。还有一次早朝，这件事我到现在想起来都想笑。陛下息怒！陛下息怒！我就是打了个喷。退朝之后，工部处说当天就把拖了3个月的河堤修缮方案递了上来，兵部尚书把军饷账目重新核了一遍，吏部尚书连夜查办了2个贪官。我就打了个喷嚏，他们至于吗？夫君，这就叫帝王心术。什么心术？我是鼻子痒。适时的鼻子痒也是一种心术。没法沟通了。娘子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但你每次都不信。今天我想特别认真的、正式的再说一次，我真的就是个乞丐。菜刀飞出去是手滑，没被伤到是因为馒头，那声长啸是你掐我掐的，萧将军投降是他自己脑补的，攻进皇宫是萧将军和雷暴打的，我从头到尾什么都没干。我不会武功，不会打仗，不会治国，连鸡都怕。上朝的时候每一秒都在害怕，龙椅坐着一点都不舒服，又硬又凉。夫君，你知道他当初跟菩萨许的什么吗？我许的是腹肌8块，嗓音好听，一心一意，家务全包，有求必应，帮我把皇帝拉下马。完了，这回真的要算总账了。你确实没有8块腹肌，嗓音嘛也就还行吧，但是一心一意，你从来没看过别的女人，
家务全包。从嫁给你第一天起，你没让我动过一根手指头，有求必应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哪怕是谋反这种掉脑袋的事儿，你确实不会武功，但你为了我去面对了所有你害怕的东西。你怕皇帝，但你站在了大殿正中间。菩萨的话从来没有不准过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绝世高手，不是什么帝王将相，我要的是一个愿意为我全力以赴的人，哪怕他全力以赴的方式是发着抖往前走，那也够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叶兰照常上朝，照常发抖，这是她唯一会写的字，还是我教的。娘子，这次是我自己捏碎的，没有门缝。很甜。你看吧，夫君，你不是没有内力，就是平时练得少。我发现他笑起来其实挺好看的，比8块腹肌好看多了。后来的事情就是另外的故事了。叶兰当了30年皇帝，史官在他的传记里写道：帝少时隐于市井，韬光养晦，一朝崛起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其御下之术深不可测，其治国之道后世难及。只有我知道真相，但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娘子，今天上朝的时候，户部尚书咳嗽了一声，我以为自己要被弹劾了，差点从龙椅上掉下来。我听着他说话，偶尔嗯一声，偶尔笑出来。窗外月色如水，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破庙里喂鸡的瘦弱男人，想起他第一次看见金子嚎啕大哭的样子，想起他踩到菜叶子滑出去的鬼流身影，想起他被我掐了一把在大殿上的那声惨笑，想起他说我只是个乞丐时候的认真和卑微，想起他递给我一颗用手捏碎的核桃时，红红的手掌和青紫的虎口。夫君，菩萨最近又托梦了。说什么了？他说爷对这单很满意，还嗑了嗑瓜子儿。菩萨满意就好，娘子满意就好。行了，厨房那筐核桃还没开呢，我饿了。遵旨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望着他的背影，这大概就是菩萨说的有求必应吧。不是法力无边的有求必应，是一个普通人用他全部的笨拙和勇敢对你有求必应，挺好的，比8块腹肌好多了。